这是什么顶级享受？男人在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，徒手搭建出气派的土木小屋，室内的壁炉不但可以做饭，还能充当火炕解决寒冷问题。当别的老人还在跳广场舞的时候，这个60岁的老头已经玩起了野外建造，就是想退休以后有个可以老有所依的家。他准备在斜坡上搭建庇护所，首先就是要挖出合适的深度，好在这里的泥土比较松软，这让他挖掘起来没下太多力，很快就挖出规整的基坑以及可以方便行走的门廊。而里面他开始挖出一条条小沟，铲子在老张的操作下精准地凿着每一片泥土，这就是老张提前预留出来的土炕，以及搭建灶台要用到的地基。不得不说，老张非常有远见，还没有开始搭建庇护所，就想着给自己做个取暖的灶台。这些细腻的黄土就是最好的材料。只见他在附近打了桶生命的源泉，顺手请他们喝上一口山泉水，这样搅拌出来的粘土才是野外最强混凝土。随即他把附近的石头搜刮一空，这些大理石就是打造壁炉的最好建材。只见他一块块将其码好，缝隙之间还要用泥土进行填充，看着平平整整，毫无违和感。而且顶部还要用石板继续堵盖，直接铺设到烟道口。这个时候粘土的作用就显而易见，有了它来做防护，密封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老样子先点燃干柴烈火给壁炉进行烘干，随着大火越来越旺盛，他顺势在一旁挖出几个半米深的基坑，然后用拼接好的木板划分出大门的位置。不过在这之前要用锡纸把底部包裹住，这样才能保证其使用的寿命更持久。再用泥土给夯得结结实实。完成好这些以后，他继续把立柱分别固定在基坑里，将带有凹槽的原木精准地卡上去，用10厘米长的钉子进行固定，搭建成一座中间高2侧低的局面。此时只要把船子斜着搭建在屋顶，就得到一个三角形框架雏形。为了保证其稳定性，中间必须要放一根粗壮的房梁，这样搭建上去就会牢稳许多。有了结实的框架做基础，顶部再用木板一片片叠加着铺设上去。这种斜面屋顶既能有效过滤雨水，搭建起来也是简单实用。虽然看起来不够精致，但老张主打的就是真实，就地取材，物尽其用，把能不花钱的东西通通都用了上去。侧面的空隙处不平整也没关系，用石头垫高就完事，再用木板一片片铺设上去，而后把多出来的黄土进行回填，这样才能防止四处溜达的小风乱跑。而门脸的位置继续采用相同的手法叠加着固定上去，除了预留出门窗，其余全部覆盖。至于大门的位置，老张主打的就是统一。虽然老张不是木匠出身，但这手艺也是相当的真，不管是整个房屋的设计，还是手法上的技艺，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很快就把边边角角安上了挡板，这样就会方便后期的回填工作。然后他用塑料薄膜替代玻璃，虽然条件是差了点，但采光性也是没得说。带的用领条进行密封以后，天气也是升腾起来大雾，老张也是加快了前进的步伐。他收集来这种干燥的松枝，然后全部铺满在整个屋顶上，接着用黄土进行覆盖。这种双层防护更安全，就像有8块腹肌的我一样给力。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，他把搅拌好的粘土加上石头，顺着烟道口一层层向上垒高，再用粘土把烟囱全部涂满。待得完成好以后，为了拉升整个庇护所的氛围，他继续用干燥的松枝给一圈做绿化，接着调制好防护漆，给庇护所披上一层外衣，好看的同时还老有所依。现在从正面看有了家的样子。隔天一早，外面就已经覆盖一层白雪，寒冷的冬天说来就来。幸好老张提前建好了房子，不过也要在门前做好排水沟。虽然庇护所处在斜坡，但融化的雪水很容易倒灌进来。待得完成好以后，老张准备做一顿大餐奖励自己。只见他把肉馅碾压成饼状，然后起锅烧油放进去煎炸一番。就在做饭的功夫，外面已经是银装素裹，遥遥望去白茫茫一片。这种大雪封山的感觉很解压，老张也是赶紧清理出来一条过道，毕竟自己一个人住要保证安全，以防有不小心被埋的风险。回来就吃上了热腾腾的汉堡，待得吃饱喝足，看着眼前的风景，真是令人向往的生活啊。